各位好，我是 Spike， 很久都没有用这种录一期节目的方式跟大家互动一下啊，聊聊近期节目当中的一些有趣的好玩的这些评论和留言了哈。我觉得直播是一种蛮不错的方式，之前也通过直播去跟大家有了一些更好的互动。但是呢，直播这个东西呢，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挺芥蒂的吧，就是如果没有能够来参加直播，这互动性就会差了很多。那你说如果不参加直播，我可以看回放呀，但回放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你正在参加当时的直播，你还会觉得挺好。但如果你真的是看直播回放的话，其实我并不认为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因为有太多的意外发生，打引号的意外啊，就是这个才是真正我个人比较认可的那种，就是有水分啊，就是水分比较多。那么真正录一期节目的话呢，会更好的让大家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都能够进行互动啊。那所以其实我做这个频道一直到现在，我个人比较赞同的一种我和各位观众之间互动的方式，还是在我的视频下方去评论和留言。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比较赞同的。一个是呢，它的受众比较广，你留言了之后，所有的观众都能看得到。再一个呢，我可以积累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有趣的留言，然后咱们做一期视频一起聊一聊。所以这也是我最推荐的方式啊。我知道可能跟大部分的 YouTube 的观众他的这个使用习惯有点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作为一个 YouTube 的忠实观众，我也是 YouTube 的会员。我呢，平时留言的次数说实话不多，为什么呢？因为获得回复的这个概率太低，就给人一种就是不太像是互动的感觉，而只是说我上去说了个什么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国内这个像哔哩哔哩这种平台，它发明了一种叫弹幕的东西呢？就是说就弥补了这个不足嘛，就是你干脆你也别留言了啊，反正你留言了，人家主播也不会回复你的，你干脆呢就把你想说的话就直接给我打到屏幕上去吧，反正观众可以自主的去开和关这个弹幕。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发明啊，因为大家都比较含蓄嘛，有的时候。但其实我个人的这种观点跟风格还是用留言的方式，因为我做这个频道，如果是我的老观众，大家应该不难发现有2个地方我自认为是做的比其他的这个 YouTuber 要好一些的。一个呢，就是我的更新的频率比较高，我觉得我还是能够配得上是一个聊天跟陪伴节目该有的样子的。第二个呢，就是我回复大家的评论跟留言的概率吧，除了那些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的，和那些冷嘲热讽或者是直接骂我的，这个我不回也正常啊。但凡是正常说话的留言，我好歹会给你点个爱心，这是最起码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礼貌嘛，但凡能激发我说2句的呢，我都说2句。但是我也在说，这种方式呢，我不能保证大家能够就是持续到什么时候，因为我也担心未来观看量上去了之后，这个留言的数量增加了，那我是不是还有这个精力去回？但其实回留言有一个很好的，对于我来讲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说我不用抽出专门的时间来回，即便是我1年前发的视频，您今天刚刚去留这个留言，我在我的后台当中也能够收到推送和提醒。那其实我甚至可以在比如说等人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等着煮鸡蛋的那2分钟就拿起我的手机打2个字就给你留言了，就给你回复了。所以一个是我视频的发布这个节目的频次还有一个是我回复留言的这种积极性。我觉得这2点呢，是我能够比其他的 YouTuber 做的
更突出的吧。啊，这两点。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几个我个人认为比较有意思的留言，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又对我的频道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哈。那我们先看留言，在我的这个 Apple Store 的故事，下面有2个留言，一个是讲员工折扣的那一期，有观众问，内向真的可以做视频，而且表达能力这么强吗？首先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这个话题其实我是非常想回答的，我不但这期要回答，而且之后应该还会有不止一期的节目会聊到跟内向相关的这个话题。那今天呢，我就简单的直接回答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啊。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因为你已经看到了啊，我就是一个认为是内向当中而且还要偏内向的人。所以你也看到我做这期节目，如果您能这么说，对我有这样的认可，应该足以证明内向的人是有这个表达能力的。而我想跟你说的是，这并不是我的一个个例，而在我了解的信息当中，但凡能够在公共场合去表达自己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内向的人。这里面有一个误区，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到的认知方面的空白，我想分别跟大家聊一下。先聊误区，这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内向的人，普通的人都觉得就是表达能力不行，但这个是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内向的人他只是没有这个意愿去表达，就是他不觉得社交，其实说表达都不太那个合适啊。就是内向的人，他不觉得和人一起聊聊天啊，社交一下呀，甚至对面走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啊，就是他不觉得这个行为是能够让他感受到快乐的事情。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会表达。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我自己是内向的人，所以我看过还蛮多的关于内向方面的研究和书籍。那现在世界上比较认同的一个关于内向和外向的差异的描述吧，啊，就是能量说，就是能量的吸取跟释放的这个学说。那你首先要认可，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要既吸收能量又释放能量的，他不能只释放能量，他也要吸收能量，就是像那个充电池是一样的啊，跟我们手机的电池是一样的，你得先认可这个，否则后面咱们就没法谈了。那你想象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当你去做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感觉我是在充电啊，越做越精力充沛，越开心。而做另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说你是在耗费你的能量啊，就是说严重点不太恰当的，严重一点说就有点浪费人生的那种感觉。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但你如果把每个人的这种喜欢的事情跟不喜欢的事情都搜集起来做横向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很少有一个说是有一件事情大家都喜欢，有另一件事情大家都不喜欢，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就是客观普遍的来看的话，其实这是正向分布的。所以说，所谓内向的人，他是会把独处的这个时间当成是充能，而和其他人去社交的这个状态，他是作为这个释放能量的一种方式，这是内向的人。这个是我个人也比较认可的，而且是说到了根本，因为我就是内向的人，我太能够理解哪个说的对，哪个说的错了。那你按照这个根本去考量的话，其实这个人是否内向，跟他是否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其实是没有1毛钱关系的，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没有半分钱关系的。而外向的人，我们也顺便聊一句啊，就是他把独处的时间会视为是消耗能量的，他会觉得很难受，他不能忍受独处。但是他和其他的人一起去社交的时候，不管玩什么还是干什么啊，这个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但是只要有另外一个人能陪着他，那这个他会觉得是一个充能的
事情。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内向跟外向，你就会对这个内外向人的这个性格啊，会有更加全面的一个认知。你就能够看懂很多的事情，也就对这个我的这个节目的疑问就会更加的坦然了，对吧？这个是一个误区。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名人，他在社交场合你认为他绝对应该是一个外向的，按照那个误区来讲，但其实他都是内向的。比如说郭德纲，这个是他多次在舞台上坦然他是个内向的人，台下竟然还有人会笑，觉得他是一个自嘲的玩笑，但其实对于我这个内向的人来讲，我是太认同了包括我觉得像袁腾飞袁老师应该也是属于内向的人。这个是比较著名的人嘛。那如果还原到我自己的工作跟生活当中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13年 Apple Store 工作的这个经历当中，大家知道我是做 creative 那个大白话讲这是什么？就是讲师就是做培训师的。那这个培训师呢，其实大概率上都是要成为公众人物的，站在讲台上，站在一个大屏幕面前，跟大家去分享 Apple 的一些产品知识等等。这个就是狭隘上的大家泛理解的 Apple 的这个培训师的样子。那在我们这个培训师的团队当中，起码来说，我接触到的我认识的人里面，我可以跟大家说，大多数都是偏内向的。他回到家或者是从讲台上下来，他基本上是不太愿意去说话的。而且你会观察到，像这种大的公司在吃午饭的时候，你一般来讲你不太会看到培训师团队的某一个成员去跟大家坐在一起闹哄哄的吃午饭应该比例最大的一部分的培训师的团队的人吃午饭的时候都喜欢找一个没人看到的地方，自己坐在那边享受自己的午餐。为什么？因为他要充能量。如果他不利用这个打卡下班的1个小时公司不给你钱的这1个小时，属于你的下班时间的这1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因为只有这个时间你是有权利说我要独处的。但是你打卡上班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别人跟你聊工作，让你去跟顾客结账，让你去服务顾客，你说不行，我要独处这个要么你就别干了，是吧？但是吃饭这1个小时他是有权利可以独处的，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内向的人呢，就都会你就找不到他了就看不到他了。那我也是这个样子基本上如果是我的同事就非常清楚了，基本上你午饭时间你是看不到我的。我要能跟你一起吃个午饭，那真是给你赏脸了开个玩笑当然也吃过这个不绝对就是我只是泛的讲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说的第2个其实就是认知层面的了这第一个误区是指那个充能跟放能的那种我比较认可的说法。那第2个呢，认知层面的这个空缺呢，其实就是我刚才从郭德纲袁腾飞老师开始举例子，然后再说我自己身边的案例。其实你不乏会发现，大部分的公众人物，你觉得他比较会说会有表现的就是表现欲很强，也不能说表现欲很强，就是比较会说话吧就是这位观众怎么说的，表达能力这么强都是内向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内向的人他喜欢独处，而独处是对一个人来讲非常重要的时刻。只有在独处的时候，你才能够静下心来跟自己相处，跟自己对话，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反思。我觉得内向的人这个反思的能力是难能可贵的。我不是说外向的人不会反思，而是你想想看一个能够享受独处，把独处作为充电的这种方式的人，他在做反思的时候，和一个在独处的时候他只能设定个闹钟我只能独处1个小时，过了这1个小时我就一定要出去玩了。那他当然也可以用这1个小时进行反思了，没问题。我也不是说这1个小时他反思的结果就一定会差，但是总是感觉前者更自然一点对吧？所以内向的人他其实是习惯于每天3省吾身的，对吧？他是习惯于做这件事情的。那习惯于做自省、自己思考的这件事情，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他对生活当中的任何他看到的、观察到的事件，他都会有
来自于自己个人的，经过个人的思考跟加工所产生出来的观点，它就会非常的多，而不仅仅是浮于表面上大家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比如说一个社会事件发出来了，那大家每个人看到的可能就是各个媒体，自媒体也好，各种媒体也好，每一个媒体可能有它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切入角度都发出来了。好，那么外向的人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比如说一个饭桌上啊，他每个人都说自己的看法。那外向的人呢，他能够做到的可能是，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我只是猜测一下，不是要说外向的人不好啊，他有可能就是几百家之所藏吧。电视上看到怎么说的，这两家媒体怎么说，那两家媒体怎么说，我对面这哥们儿怎么说，然后他把这个集合在一起，然后再去用自己的话说一遍。他这个过程当中很快乐。而内向的人呢，你是能够从他嘴里面听到一些只有在他的嘴里才能够听到的内容，在其他任何地方你都听不到的。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他独自是思考的结果。而内向的人，他以这个独立思考为生存之本。所以为什么很多内向的人其实他是不能容忍一个文字狱的环境，他不太能容忍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他独立思考的那些东西，起码他自己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那输入跟输出都是人学习的一种本能，你只让他输入，你不让他输出，其实这个对于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那可能外向的人就没有这样的难过的这种纠结的心态，但是内向的人就有啊。所以这个是我对这位观众的问题的一个简单的回复吧。之后我在做一些生活类的节目的时候，会更多的谈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还有观众在我的面试经历那一期啊 ，Apple Store 的故事，我的面试经历的那一期去问，他说他挺好奇面试的时候我提的那个面试官的那个问题，面试官是怎么答复的。他说这个是可以说的吗？或者前期有讲过吗？我翻阅一下，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也可以理解。那我想首先感谢这位观众啊，从您的留言当中可以看得出您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你也是一个非常懂礼貌且懂得尊重他人的人。我觉得这样的像您这样的品质呢，现在并不是那么的常见，有没有？绝对是有的啊，但是我觉得特别在简体中文的圈里面，它已经变得不那么常见。这我也在思考，这可能是因为有您这种素养的人呢，都不太怎么敢说话了啊。那敢说话的呢，那算了，这个不重要啊。所以先对您的这个对我的礼貌跟尊重表示深刻的感谢啊，您的这个改变世界的行为，起码我收到了，非常的受用，谢谢。那接下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回答的。我为什么在视频当中刻意的就欲言又止了？其实原因是因为，如果我直接把当时面试官给我的那个答案去讲出来的话，我相信各位观众在那个时候会有点失望啊，就会觉得你这个回答太水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在 Apple Store 工作了13年，我当然知道 Apple Store 的绩效考核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如果我去分享真实的 Apple Store 的绩效考核，这个我就有一些顾虑了。虽然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员工，理论上我要说呢，也不违反任何的什么东西了，但是我总是觉得这样不够尊重，对吧？不够体面啊。所以既然您问到了，我就把这两方面的内容在我能说的范围内都给你一个解答，因为我的内心是希望能够分享的啊，所以我先说一下当时面试官是怎么回答我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既然 Apple Store 它作为销售是没有提成的，那么他们怎么去判断哪个员工工作的好，哪个员工工作的不好呢？当时我接收到的回答啊，15年前了，各位，所以你不能那么纠结，我记得多少就说多少，我记忆错乱了，你们就认了吧。当时面试官说的是
我们的同事还有我们的管理人员，我们的经理都会比较善于观察身边的每一个同事的行为。如果你表现得非常好，我们都会看得到，而且会非常及时的、快速的去给到你认可跟反馈。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用这种方式来去体现工作当中表现好的同事跟表现好的同事。这个是当时面试官大概的这个回答。而在 Apple 的实际的绩效考核当中，当然我说 Apple Store 没有绩效考核，你也是不相信的，当然也不可能啊。在我刚刚入职的时候，说实话，这个绩效考核还不是那么的完善，因为太早了。当时 Apple 刚开店也没多长时间，特别是中国又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当然这是我猜测的原因啊。那明显的感知，越到后来，Apple 的绩效考核就越加的你说严格也好，但是我更想说是就是明晰，它就很清晰的告诉你，而且也有了一套这个关于考核的机制。那我相信这个机制呢，任何的世界500强的公司应该都会有，也都不陌生啊。即便是不一样，也是换汤不换药。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各位是有过在世界500强公司工作的经历的话，其实还是一个蛮宝贵的财富的。只不过我在前半生当中认识的人里面，我觉得绝大部分人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宝贵的财富，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我不能分享细节，但是我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像这种大公司，它的绩效考核往往更注重你的人本身，它更注重你的能力的发展，你这个人的能力的发展，而并非注重一些什么所谓的 SOP 啊，它不会说每一个事情我都给你规定好。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你做错了我就罚你，你做对了我就奖励你。这个是我觉得是生产线、工厂，比较常见的。但是在零售店这个场景，我知道其他的品牌可能真的就是那样子，但在 Apple Store 不是。它更关注的是你的能力有没有在你的工作当中得到发展，以这个来去判断你的绩效考核，所谓的你的这个 KPI。有没有数据？有，但是这个数据呢，它其实还是要还原到为人的能力的提升去服务的这个工具的层面上，而不是用数据去压你啊。当然，你说 Apple Store 这么多的员工，有这么多的管理者，那难道就没有任何一个管理者是带着一些他过去的经验或者他自己对于数据的一些想法，拿这些什么销售数据去压你呢？当然有，你人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啊，人一上百，形形色色，当然有。但是我要说的是一个更主流的、更多的情况下的一种样子啊，就是数据是为了你的个人能力发展去服务的。为什么说小公司它直接用这个标准化操作流程来去卡你？我觉得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这样比较立竿见影，收效快啊。我培养你能力没用，培养完了你又走了啊，这是这个。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小公司它没那么多的财力，它钱就那么多，它开这个就是为了眼下这笔钱的。而大公司首先它财力够，第二个呢，它有了财力之后，它能够进入到一个正向循环，它会把培养人当成是最核心的竞争力。那在这个时候，它的一些做法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它就会不会那么在意所谓的标准化操作流程，而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工具，返回来去看你的人在一年一年的工作当中，在你的能力上有没有发展？你的能力上有发展了，才会更好的帮助公司去往下一步去走。那为什么小公司不能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要去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有没有发展，这个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了。这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小公司就能够去拿起来的啊。那对于大公司来讲，其实有很多的学者、科学家都是在研究怎么样才能够去衡量人的能力。为什么会研究这个？因为很多公司需要嘛，我是这么想的啊。
那也有一些相关的书籍，这个书其实你们都能买得到，但是这个书非常的贵啊，不是你们随便想象的那种卖的挺贵的书，不是啊。你可以，如果你对书籍的定价和这方面不是很了解的话，你可以理解成天价啊，可能是个人买不起，只有公司才能买得起的这种。那这种书籍其实有蛮多的，它一个书呢，可能就是一套体系，它不只是一本书。他给你介绍的是一套衡量人的这个能力的一个知识体系。那如果你把这个知识体系去贯彻到你的公司的绩效考核当中，用这个知识体系去衡量你的每一个员工在能力上是否有发展，那这个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正向循环。那员工知道了这种方式之后，他也会更好的去按照这种需求去发展，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发展自己的能力。那我想我其实在工作的时候，我并没有真正的做过管理者，所以我没有资格在这里跟大家去谈更多的关于人的能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大概知道的一个框架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说怎么样才能够看到？才能够，如果你可能进一步的会问我，就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去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呢？这个当然这个背后的问题很复杂，但是其实我的脑子当中一直有一个词在盘旋，就是行为。所以这个时候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人的习惯大部分都会去谈，行为背后代表的是你的意图。总是想通过行为去猜测你脑子背后想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环境。我不建议大家坚持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和去看待人生以及周围的人和事情。我个人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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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建议。那我建议一种方式是什么？你要通过人的行为去看这个人他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其实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刚一开始为什么说这位观众是非常懂礼貌而且懂得尊重他人的人，我是怎么知道的？懂礼貌和懂得尊重他人，其实这个是一个人的能力，对不对？那我怎么知道您有这个能力？我不知道这位留言的观众会不会看到我这期节目啊？应该会看得到吧？不看到有点亏啊，花这么长时间去聊您的这个问题，是吧？那我是怎么知道您有这个能力的？其实就是通过您的一个行为嘛。那您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就是您留下的文字。那我通过您文字的字里行间，你打字的这种行为，打出来的这种字啊，这是因为打出来字，你把字打在明面上，这个字是我可以看到的，这个字它写的是什么意思，是我可以领会到的。那这就是你的行为。那我通过这个行为，我的判断是什么？我并没有判断你的意图是什么。你是不是想窥窃我们公司的我前东家的这个保密协议里面的内容，对吧？我没有这么去窥看，而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您是一个非常懂礼貌且懂得尊重他人的人，而这个是你的能力。我觉得大家用这种方式去观察和看待你周围的人和事，你会变得更加可爱一点。这个也是我觉得在世界500强公司工作你能够获得的东西。但为什么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把这些东西不当回事呢？可能他们都是外向的人。好吧，这个是第二个问题。今天聊的有点长，我看看时间，28分钟了啊，那也不行，我要把后面的几个小问题聊完。在我的 iOS 18照片 App 的变化啊，那期节目当中有观众留言说，人工智能是为用户服务的，而不是让用户去试用人工智能。后面又说了一句说，我就很讨厌本次照片 App 的变化。我承认，应该这次iOS 18照片 App 的变化，蛮多人都会讨厌的，我也谈不上多喜欢。首先认可你这个表达啊，这个是确实每个人心里都有的。但是我希望我节目的观众呢，能够再多想一步。我举个例子吧，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iOS 系统，讲第5季的时候 iOS 嘛，我们讲到 App 资源库那种新的管理你的桌面图标的方式。其实你说那个会有多少人一看就特别喜欢，眼前一亮吗？我觉得也不会。
是吧？其实它那个本身就是一个你需要去适应的过程。我在讲那个的时候，我也是反复强调，你可以不去适应，但是我个人的判断是，未来早晚有一天，这个桌面图标会被完全的掩盖掉，全部都杀掉，就可能只剩下一个 App 资源库。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再去适应，你会非常的难受。那关于照片 App 也是一样，我们都谈不到说这次新的照片 App 的变化你有多喜欢，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它为什么这么变。你说的是人工智能，对，我也谈到过，应该是因为未来的人工智能要出现了，所以可能在未来人类已经没有必要亲自的拿自己的眼球去那样的找照片，所以他才把照片 App 的那种导航的按钮全都去掉了，变成了每一个模块的方式，这样更直观，也方便 AI 的介入。那你说人工智能是为人服务的，我举双手双脚赞同，但是这需要一个发展，需要一个时间。举个例子，我之前有视频中聊到，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天生就会觉得鼠标跟键盘很好用的。他看到一个电子产品，他首先都是去摸它的屏幕，对不对？但是 iPad 是什么时候才有的？2011年呐。它需要一个进步的过程。那你说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它能称之为人工智能吗？倒退个5年，你问我，我都不承认这是人工智能。我认为人工智能就是像一个真人一样，它得是起码是有感情的，那个才是人工智能。没有感情的，那个时候我就不认为是人工智能。但现在我为什么也认了？因为我不认，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交流了，是吧？因为科技就是这样，它喜欢去创造一些概念，去蛊惑打引号这些用户们、消费者们啊，喜欢创造一些大的名词，什么元宇宙这种。那是不是需要？我觉得有一定程度上也是需要的。但是作为用户来讲，我们有自己清醒的权利嘛。那人工智能有个发展的过程 ，iOS 18它的照片 App 的改版，其实绝对不能说是完美。那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也绝对不能说是完美。那在不完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吃螃蟹的人啊，我们就是要去跟这个人工智能去磨合的人。那怎么办呢？你看现在00后一出来就是 iPad， 那我们小时候根本连啥叫电脑，你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电脑的？像我今年44岁，是吧？你说我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电脑是个什么东西的？这能一样吗？这是不一样呀，是吧？所以科技以人为本，它永远是一个方向，永远是一个目标。但是你不能说我在没有达到目标的过程当中，我的中间的这段路我就不走了，是吧？为什么不走？因为你觉得你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目标的那个样子。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这个频道也别做了，是吧？我这个频道每一期视频都充满了错误跟不完美，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最美丽的风景其实都在你的路途当中嘛。那我们 iOS 18的照片 App 的这个变化，其实它也是在往前发展，你也很难指望 Apple 公司的软件设计团队就那么几个人，他一下子就能够引领全人类的方向，这个也不太可能。这个是跟我做频道一样的，是需要大家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如果你用过第1版的 iOS 18的测试版系统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才叫真的难用。后来在 Beta 2的第2个测试版版本的时候，就把它改的已经好很多了。所以这个是发表一下我的观点，我不是说您说的不对啊，您说的这2句话我100%双手双脚赞同，但是呢，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还不至于到说这个一看到 iOS 18的这个界面的巨大变化不喜欢，我就要去寻求第三方 App。那我们正好聊到隐私这个话题，最近2天，对吧？那就单从隐私的角度来考虑，我也不太会去用第三方 App， 特别是在国内。你如果在国外你能用 Google 的这个 Google 相册，我觉得那还是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但你说你在国内你用什么第三方 App 呢？百度云也行吧，也不错，对吧？好，那我想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答疑的问题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时间有点长，感谢各位能够看半个多小时，看到现在。既然都看到这儿了啊，所以我也希望再附赠一些内容给大家，就是
我打算未来在这个频道上做的一些变化。大家知道我之前的一个主打的系列就是在做瓜子泡茶听 iPhone 的系列，那个我也一直在说我想把这个系列讲完，把 iPhone 的视频说明书录制完成，再开始我的 Apple Watch 和 Mac 这些系列，咱们有过日子的心慢慢聊。也有很多的观众给我提建议说你能不能讲讲 Mac， 你能不能讲讲 Apple Watch， 我就一直说能，你期待一下。然后昨天我就想了一下，其实没有必要这样。我从接下来的视频开始，我就打算 iPhone、iPad、Mac 还有 Apple Watch 同时开始。那这样的好处是我铺的面会广一点，大家有各个平台、各个产品和软件的需求，都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啊。你不会说，可能有些观众就是想听 Mac 的内容，然后他就订阅了我的频道，然后等到2年也没听到 Mac 的内容。我觉得站在这位观众的立场上来讲呢，有点太惨了，我实在不忍心啊做成这样。虽然我们是一个陪伴和聊天节目，是吧？所以感谢大家的这个耐心等待。从明天开始，我在录节目的时候，大家会逐渐的看到，我会多放出几个播放列表，然后就像我之前的这个北美生活系列，北美生活好久没更新了，马上会有的。Apple Store 的故事系列，还有瓜子泡茶听 iPhone 的系列，这其实是同步更新的。那接下来呢，我想再加入 Apple Watch 系列，甚至 iPad 系列，包括更重要的 Mac 系列，全部都加到里面，把播放列表先建立好，然后慢慢的往里面去填内容，一期一期的往下去排。那这样的好处就是面铺的广，但是如果你是想听 iPhone 的话呢，这个 iPhone 系列它的结束日期就会遥遥无期。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这是个好事儿，我觉得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嘛。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坏事，就是它更新速度可能会慢一点，但是你会听到更多的内容，而且 iPhone 都讲到隐私了。说实话，那些有点急功近利的观众，其实你已经没必要再往下听了，这些应该是你们不在意的内容你们就喜欢捞干的嘛。直接最好是用一个30秒的 short 短视频就给我演示一个新功能怎么用就好了。那这样的话是我有，但是实在是这个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抽空我会做，但是这个呢就可遇不可求吧。所以接下来我的频道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如果你觉得特别不满意，你也可以跟我视频下面留言但是我相信应该不会好吧？那今天的互动跟大家聊的还是蛮开心的我们先聊到这里。我在结束之前想好奇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从头看到这儿的吗？整个都看完了吗？如果是的话，能不能麻烦您在视频下留个言呢？就说我是完整看完的。好吧，感谢大家对我这个好奇心的满足如果有这样的留言的话。好，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